意思啊。浩明，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我爱人许岩。你好。远航基金，蒋云总。蒋云总，你好，我是许岩。许小姐，你好。我当然记得。你们先聊，我有电话。好。啊，今天外采太晚了，没有来得及换衣服，失礼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个马甲很方便，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又防风防水。户外作业嘛，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，设备一旦受到影响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您真的很专业。我经常在马甲里装很多东西，笔啊，包括摄影机的备用电池，然后手机，还有录音笔，很多东西。一会儿还有舞会，我看你穿这样确实不太合适。去我的休息室，我有几套备用衣服。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看得出来，对我做了很充分的备调。知道我这么多年单身不婚，肯定不喜欢所谓的娇妻论调。穿着工作服现身，也是为了模仿我之前当记者时候的穿着。你博得我的好感，对吗？现在应该已经很少会有人穿着那样的马甲去采访了。您说的对，的确是这样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成功了，因为我刚才确实在你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有一份礼物是给您带的。这些照片是我在档案库里找到的，已经很久了。当时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就听到好多人说您的传奇故事，但您那会儿已经离职了，所以很可惜没有见上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。刚才很抱歉，如果说刚才的一切都是有套路的话，我想这份礼物绝对真诚。谢谢你，这份礼物我很喜欢。云姐 Kira， 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2年前，在纽约的 Central Park。哎呀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年国内发展好，就回来了。咱们上一次说那个合作啊，咱们这一次必须得考虑。没有打扰你们吧？许源的丈夫，金达集团的沈总。沈总你好。你好。久仰久仰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这条礼服好好看。好看吗？蒋云总给我挑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今天跟许源聊得很开心，一见如故。那就好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让许源给您做过专访？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。你想采访什么主题呢？精英访谈，无外乎就是问一个成功人士如何看待成功。但如果是您接受我的访谈的话，我就想要知道，曾经的记者经历在您的创业路上起到了什么作用？有兴趣吗？
隔天，许岩和沈浩明来到民政局，却发现还有离婚冷静期。离婚冷静期？不知道政策啊？现在协议离婚都是有冷静期的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给你们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，冷静到下个月8号。如果你们要是不想离了，就不用跑一趟了，这边会自动撤销申请。什么意思？想挽回？我有挽回过，有用吗？所以你挽了。直到沈浩明得知许岩有了新的追求者后，他才开始着急了。你在外面创业，你所有钱都打水漂了，只有我能救你，知道吗？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？你又凭什么贬低我？不久前，许岩和沈浩明来到民政局离婚，得知还有1个月的冷静期的两人，只好先回去等待。但许岩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他开始寻找新的工作。可主持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如果不是跳槽并退或者其他意外的话，当家主持人都可以干到退休的。而且一旦离开了这个系统，就真的很难再有机会了。许岩为此很是失望，但不仅仅是许岩不如意，沈浩明那边也不是很顺利。董事会上举办投票，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会议，投票结果是6比6，就剩沈父的这一票。此时的沈父想起他听到其他股东的话，沈浩明老公离职了，而且都搬家了，现在外面传闻他们2个要离婚。我早就知道那小子不是省油灯，听说呀，在英国的时候就不老实，私生活一团糟。最终沈父决定投反对票。会议结束后，沈浩明愤怒地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反对自己，可却遭到了父亲的怒骂。他给儿子足够的自由和空间，结果却闹出了未婚生子，给了他自己选择结婚对象，结果却娶回来一个骗子，而且他还是知情的。他的家庭条件、学历、生活背景，所有的一切你清清楚楚，但是你是选择了隐瞒，选择了欺骗，我不能容忍你这一点，知道吗？这些事情一旦被竞争对手知道，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大肆的去攻击。而且在别人眼里，如果他是一个纨绔风流、遇事不慎重、不理智的花花公子，就别指望大家会信任他，会把公司交给他。谁知听完这些话的沈浩明并没有理解，还认为要不是许岩提出离婚，他们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此刻的沈父正在气头上，他将儿子派去子公司调查工程延期的事，还下令不弄清楚不准回来。沈浩明就这样被踢出总公司，来到又破又偏僻的子公司，没有秘书，没有华丽的办公室，吃住都在活动板房里。而负责人知道他被董事会拒绝，丝毫不担心。他这回下放到咱这儿，一不批钱，二不给人，干嘛来了？当太子爷来了？明摆着就是个气死。另一边的许岩求职过程很不顺利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只能应聘主播带货。而让他引以为傲的播音腔，在老板眼里就是笑话。你这是播新闻呢，还是带货呢？你这么播不行啊！你要想留住人，你说话得有力度，你语言得有爆发力，你得燃起来吧，观众。为了保住这份工作，许岩开始跟着老板学习直播技巧，没日没夜的学习带货话术，还在家里练习了许久。可第2次试镜的时候，还是不能让老板满意。无奈之下，老板只能让他先去做主播。主播在那边介绍产品，他就不停的吃东西，吃到快要吐了也要忍住。可即使这样，还是不尽人意。要是跟人互动啊，就知道吃，吃也行，把自己塞得跟猪似的。吃相呢？那你是不是得吃得美，吃得香，这样才能勾起那个直播间下单的欲望？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做不好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那个什么那个新闻主播的。直到第4次，他才终于成功，懂得跟观众们互动，知道该怎么推销产品。与此同时，乔林在刷视频的时候，无意间刷到了妹妹的直播，于是他通过于一鸣要到了许岩的地址。来了后才得知许岩和沈浩明正在闹离婚，在许岩口中了解到沈浩明做的所有事，替妹妹打抱不平。但一开始的确是我做错了。许岩现在想清楚了，沈浩明不是他想要的人，现在他只想尽快把婚离掉，不想再有任何欺骗，也不想再和沈浩明有任何瓜葛。可姐姐心疼他这样太辛苦了，比直播苦的工作多的是了，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，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，心惊胆战的过日子。直到于兰为保护许岩跟太太团闹掰，才明白他对许岩是真感情。原来方磊在手机上发现许岩直播带货，为了让许岩在于兰面前出丑，找了个参加重要活动的借口，将几位富太太骗到了许岩的直播现场。他本以为于兰看见许岩这样会觉得他丢人，可于兰非但没有觉得丢人，还一眼就看出了方磊的目的，甚至在众位太太贬低许岩的时候，化身护妻狂魔，将他们对得哑口无言。什么叫自降身价？谁瞧不起谁啊？孟总啊，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？马总呢？创业不需要日晒雨淋吗？那时候约你，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，你怕一股子灰，忘了？你别看我暴发户嘛，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啊，就忘本了。方磊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空。事后于兰为了支持儿媳妇，还特意上前支持了100单。许岩看到熟悉的人后，立马就明白了婆婆的苦心，对着她笑了笑。而于兰则看着她这么辛苦，心疼的流下了眼泪。虽然许岩欺骗了大家，隐瞒自己的身世背景，但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，
于兰是真的喜欢他，就算是被骗了，依旧是认可他的能力，认定他就是沈家的儿媳。所以当方磊再次挑拨时，于兰直接与他划清界限。另一边的沈浩明得知许妍直播后，不仅在直播间支持了许多，还私下找到许妍，想要在经济上支持他。可此刻的许妍早已对他死心，只想早点跟沈浩明划清界限。既然决定了要离婚，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。沈浩明从前自负过头，认定许妍不可能对自己有真爱，如今看到许妍如此决绝的离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很快他工作上就遇到了麻烦，子公司的人为了吃回扣，想要将他赶走，便准备利用他的离婚传言。而为了不让外界人看出来，沈浩明以离婚协议上的条款，让许妍回来陪他扮演恩爱夫妻。同时沈浩明也得知蒋亮投资许妍创业的事，心里也开始担心许妍会被蒋亮抢走，于是他以资助为由，想让许妍再次回到自己身边，但许妍直接拒绝了他。你跟我在一起，你绝对有益处。你在外面创业，你所有钱都打水漂了，只有我能救你，知道吗？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？你又凭什么贬低我？你觉得没有人要投我吗？我不是你的下属，请不要命令我做事情和以前一样。两人本想着装恩爱夫妻骗过别人，没想到却碰上了硬茬，他们又将怎么应对？自从许妍跟沈浩明提出离婚后，他就辞掉了引以为傲的主持人事业，为了生活选择了直播带货。这天许妍的直播间恰巧被秘书看见，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沈浩明。起初沈浩明看着许妍这么辛苦，还有点心疼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温暖的港湾直接下了50单。谢谢你喜欢我，谢谢温暖的港湾，谢谢你支持我，我之后如果会选到更好的品，还会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谢谢你温暖的港湾，谢谢。听着许妍感谢的话语，沈浩明不甘示弱，直接下了100单，势必要把温暖的港湾比下去。就在沈浩明洋洋得意自己成为榜1大哥的时候，温暖的港湾又下了比他多1半的订单。两人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在许妍的直播间互相比较，看谁下的单多，直到沈浩明被人叫过去，才停止了这场闹剧。这好几百单了，能吃完吗？搞批发的。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？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，妥妥的榜1大哥。然而让许妍没有想到的是，天底下没有掉馅饼的好事。他收到了榜1大哥温暖的港湾的线下约见，起初他并不想见，但老板却告诉他，做直播这一行的就是要宠粉顾粉，更别说人家在直播间下的单都足够买下一家小型超市了，现在就只是线下见面喝个咖啡而已。我明白了，邱总，我去。哎呀，总算开窍了。隔天许妍如愿来到咖啡馆，刚进来他就四处寻找温暖的港湾。就在他以为门口的大哥是的时候，一个令他震惊的人出现了。嫂子，原来沈浩辰就是温暖的港湾。浩辰在家里太想许妍，当他得知嫂子正在直播带货的时候，便拜托家里保姆慧姐在手机里充钱，然后给许妍刷单，为的就是能见她一面。许妍得知后将钱转给了慧姐，并让浩辰以后不要到任何直播间刷单了。但让许妍疑惑的是，他买的这些东西都寄到了哪里？我哥常年捐助一家福利院，我把东西都捐到那儿去了。听完浩辰说完这些，许妍突然明白直播间下单的另一个人是沈浩明。浩辰苦苦求着许妍回家，这个家里不止他想嫂子，爸妈也想，甚至还拍下了哥哥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发呆的照片。在浩辰眼里，肯定是哥哥欺负了嫂子，不然就算是创业，嫂子也应该回家的。许妍听完后笑了笑，表示自己没有被欺负，只是太忙了顾不上回去。而为了安抚浩辰，许妍承诺，要是他想自己了，随时打电话，想去哪玩都可以。听完这些的浩辰这才开心起来。就在许妍以为生活就这样平静下去的时候，方磊却刷到了他的直播间。而方磊为了让许妍出丑，在直播间刷屏，指责许妍就是个捞女，一心只想嫁豪门，现在被豪门踢出去了才干起了直播。这番话瞬间激起了吃瓜群众们的注意，纷纷在直播间刷屏。许妍看见后愣了几分钟，但并没有在直播间回应。下播后因为这件事，许妍又被老板给骂了，怎料方磊还不肯罢休，找了个借口把于兰的太太团带到了许妍直播的地方。他本以为于兰看见后会觉得丢人，殊不知人家早就看出了他心中的小九九，直接当面戳穿。蕾蕾，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。而面对太太团的贬低，于兰更是化身护系狂魔，将他们都对了回去。什么叫自降身价？谁瞧不起谁啊？孟总啊，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也睡过仓库吧？马总呢？创业不需要日晒雨淋吗？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，那时候约你，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，一拍一股子灰，忘了？你别看我暴发户嘛。说完，于兰根本没有理会方磊，转身离开。方磊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。事后，于兰坐在车上看着许妍辛苦的样子，心疼的流下了眼泪。于是他特意派司机过去买了100单。这时，一直跟许妍交好的美玲姐也过来支持许妍。小许，你一个人出来创业，我们都支持你，加油！许妍四处看了看，找到了坐在车上的于兰，心里无比感动。什么？我们家主播太牛了，商品进口，不是谁买的？于老板。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
既然决定了要离婚，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。原来沈浩明得知许岩直播带货后，特意将自己收拾了一番来见他。下车，他看到许岩如此辛苦地干着这些活，眼里露出了一丝心疼。这一刻的他终于明白，许岩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为爱撒谎的小女孩，而他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，选择用钱来解决。他认为许岩完全没必要辞职，来过这样的苦日子。我不需要。此刻的许岩已经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，既然选择了离婚，那就跟过去的一切割舍，这样才能开始崭新的生活。他拒绝了沈浩明的帮助，并坦言自己和沈浩明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、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。沈浩明学到的是知人善用资源调配关系制衡，而他只能抓住一切可以向上爬的机会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许岩承认自己不是沈浩明的对手，也承认如今的结局都是自己咎由自取。既然决定了要离婚，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。看着许岩离开，沈浩明才如梦初醒，明白曾经的许岩是多么的美好，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。隔天，许岩刚来到公司就被老板叫了过去。原来老板在昨天直播的弹幕中得知许岩之前是豪门儿媳，于是他心中开始打起了许岩的主意，让许岩在网上打造千金名媛的人设，每天在网上讲一讲贵圈的小故事，以及是如何嫁入豪门的，想借此让许岩大火一把，然后直播卖货赚更多的钱。许岩听完后想也没有想，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。当初他就是因为捏造了假身份嫁入了沈家，借着沈家的势力成为了新闻主播，现在好不容易卸下了那些沉重的担子，自然是不肯再次拾起。现在的他不想依赖任何人，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，怎料老板却依旧不依不饶。无奈之下，许岩决定结算完这个月的工资就离开这个让他压抑不已的地方。怎料老板却恶意克扣许岩的工资，将助理宣传、联系商家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加在许岩身上，最终许岩的工资由原来的2万直接变成1400。工资明细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？我觉得不合理。人钱少啊，那你就听我的呀，随便编个故事。你比如说，一个女强人嫁入豪门，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豪门，这人设多励志，分分钟成为头部主播，你就不用在这儿忍气吞声了。工资明细，麻烦发我邮箱，我不干了。许岩明白老板不会善罢甘休，为了不给沈家添麻烦，他选择了辞职。而许岩在失业后，还是会像往常一样来姐姐家，给她填补各种生活用品，却无意间看到姐姐为了省钱，把柜台里的试用品带回来。试用装很多人用过的，其实不太卫生的，哪能？许岩本想着再劝一劝，这时姐姐的朋友打来电话，还哭得十分伤心。原来作为服装设计师的瑶瑶极具有天赋，设计的服装也很好看，但却因为没有钱买配饰，在全国服装大赛上名落孙山。她哭得很是伤心，大家不停安慰着她。而看到瑶瑶的设计后，许岩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创业做服装生意。而许岩的执行能力也很强，他将大家集合到一起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大家都很是赞同。眼下设计师有了，女模特有了，乔琳可以做妆造设计，许岩又很擅长策划营销，正好卡里还有15万，几人一拍即合，准备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服装品牌。但创业可不是那么容易，许岩想利用短视频来帮自己的品牌打广告，可视频发出去后，点赞和关注都不尽人意。有人点赞了，有人点赞了！哎，被激动逼了，才41个赞。怎么搞的？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不怎么刷手机啊？你这个大摇头，万年不变。那西服半永久3件套，怎么了？你是床上用品吗？还有眼镜啊？你近视吗？你每天戴着干什么？装什么老前锋？张总你好啊，说自己什么美食专家，还搞什么家宴？你做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件是好吃的，很难吃，我硬吃下去而已，好吗？万万没想到，许岩和沈浩明掉马甲后，竟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的缺点。不久前，沈浩明被父亲下派到子公司调查工程的事，项目负责人担心吃回扣的事情被发现，整日里联合包工头给沈浩明难堪。沈浩明很是聪明，一一化解了这些矛盾。怎料总经理不肯罢休，找到一群混混来到工地闹事，迫切的想要把这个太子爷给赶走。一个少爷刀子，我看他怎么斗这帮流氓。对，就是让他知道这滩的水啊没那么浅，他哪儿来呀？回哪儿去呗。晚上，沈浩明准备继续支持许岩的直播事业，却发现主播换了人。此刻的他心里无比的失落。隔天一大早，他就给秘书打电话，确定许岩的行踪，这才得知许岩辞职开始创业。但他这边很是棘手，暂时管不了许岩。这次秘书不仅带来了许岩的消息，还带来了昨天那帮混混头子王德福的资料。晚上，沈浩明直接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举动，他赤手空拳找到王德福，提出跟他一起散步。散步的时候，沈浩明一直一言不发，而是直接走到了王德福家门前，对着家里的老太太打了声招呼：“王阿姨。”哎，小婶儿啊，
来。王德福无奈之下，只能先让随从们离开，而沈浩明则跟王阿姨表示，今天来家里是谈生意的。此时的王德福心里再不情愿，也不敢在母亲前面发作，只好将沈浩明请到家里去。而沈浩明则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建议，他建议王德福先不要想着收回工程款，忽悠他继续投钱修路，这样的话之前投入的钱就能成为投资款。不仅如此，沈浩明还答应，只要房子建成，王德福不仅能优先选房，还将小区里的绿化项目都交给他来做。王德福听完有这好事，立马同意与沈浩明合作。仲林哥，他们都说你跟周红英快结婚了，此时白爷爷还在医院呢，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，他们也能编得出来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有什么很可笑的？我是真的要跟红英结婚了。仲林哥，连你也跟我开玩笑啊？没人跟你开玩笑，我已经跟红英求婚，她也已经答应了，你听到的都是真的。可是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玉慧，你听我说，你背叛了我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玉慧，玉慧，我跟你从来没有开始过，何来什么背叛呢？喂，妈，仲林哥要结婚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是仲林哥亲口告诉我的。如果没有仲林哥的话，我就不想活了。别这样！你听妈说，妈刚才跟你平阿姨见过面了，你平阿姨才说了，要把你和仲林的婚事办了，越快越好。让我跟仲林哥结婚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！我买了一大堆菜，就想着晚上回来给你好好的庆祝一下。我这还有假呀？哎呦，手都拎酸了。怎么可能？仲林哥心里面全是红英，昨天晚上还向红英求婚了，怎么可能会像平阿姨说的，让他乖乖跟我结婚呢？哎呦，我说你这傻丫头，这平时那么机灵，怎么一提起仲林你就犯傻呢？哎呦妈！好了，这仲林要跟谁求婚，那都是他的事儿。就算他跟100个女人求100次婚，都没关系。白家的掌权人是谁啊？是白董事长。只要他不同意呀，仲林就动弹不得。可是白爷爷又没让我跟仲林哥结婚。傻孩子，你白爷爷现在在加护病房呢。这白家的当家人是你平阿姨，所以啊，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这周红英啊，她要做梦就让她去做吧啊！爬得越高，跌得越惨。她最好啊，天天憧憬着跟仲林结婚。我现在就想看看她被人抛弃后摔下来的惨相。妈，你没看见周红英那个待嫁新娘的样子？我看了就恶心。妈，平阿姨让我跟仲林哥结婚，会不会反悔啊？哎呀，当然不会了，人家现在都让我已经开始筹备婚礼了。哎，到时候场面可真是很大很大。哎，你妈我现在也得给自己定制一套礼服才行。这个紫配上条纹，能使得颜色更加的丰富，那这个紫色就更加出色了。好厉害不错啊。哟，大小姐发完脾气舒坦了，可以回来工作了。发脾气？谁发脾气啊？我只是出去透透气而已。我们别理他。来，继续。那我们看看这个颜色怎么样？啊，对了，周红英，
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会开始物色新的工作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等我跟仲林哥结婚以后，我绝对不会留你在公司。奇怪了，周玉慧，你这人是不是有妄想症啊？仲林是要跟红英结婚，你哪个字没听懂啊？周红英，你觉得你真的可以跟仲林哥结婚吗？大家午安，午安。午安，午安。仲林哥，玉慧，请你不要再这样了，好吗？仲林哥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只是有个想法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什么想法？今天下班以后，我们一起去挑婚纱，怎么样？挑婚纱？不需要了，这件事情我得跟红英好好讨论。这跟红英没关系，是挑我们2个人的婚纱。玉慧，为什么我怎么说你都听不懂呢？啊，我忘了，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平阿姨已经跟我妈商量好了我们的婚事。她说，这是为了给白爷爷冲喜，越快越好。所以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挑婚纱。周末我上你家吃饭，顺便问问平阿姨的意见，我们结婚应该走什么样的风格？仲林哥，你说话呀！你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平阿姨希望我们早点结婚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挑婚纱，周末我上你家吃饭，怎么样，仲林哥？周玉慧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现在就回去找我妈问个清楚。哎，仲林，仲林，红英，仲林哥，等我，红英，仲林哥。天哪，我们3观还正常吗？这什么年代了，还结婚冲喜？找我们家小仙山问问去。仲林，你别这样，你先别冲动。我知道你听到这件事情很上火，但是如果你带着这种情绪去找阿姨，就只会火上浇油啊。我当然带着情绪了，她凭什么私自替我决定要跟谁结婚啊？我知道你听到这件事情很生气，可是如果你这么气冲冲的去找她，只会让阿姨更加坚持她的想法。董事长已经因为我们的事情而住院了，我不想你为了我再跟任何人吵架，再跟任何人不愉快，我不想这样啊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冲动了，完全没顾虑到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仲林，不要轻易动气，尤其是对家里人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，让你妈妈回心转意的，啊。红英，谢谢你，能够认识你、爱上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红英，我知道你在安慰我，但是你心里头一定不舒服。我妈那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交流了。为什么她总是乱点鸳鸯谱，
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。红英，你放心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不论如何，我一定会跟你结婚的。如果我妈要是再反对的话，我……哎，仲林，这些话你千万不要轻易说出口。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如果你因为跟我在一起而让你们闹翻的话，我心里真的会过意不去的。可是感情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仲林，我也知道你妈妈很排斥我，可是如果我们执意要结婚，她一定会很伤心。而且如果在婚礼上得不到妈妈的祝福，这也是我们一生的遗憾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要是我妈不能理解呢？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得到她的同意啊。说不定一开始这中间就有什么误会呢。哎，要不然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。好是好，可是我太了解我妈的脾气了，到时候我担心又让你受委屈。不管你妈妈说什么，我们都要态度很好的听着，然后请求她的同意。我相信你妈妈也希望你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吧。好，我现在打电话给她，看她在哪儿。奇怪，我妈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别着急，我们等等看。好。白太太，刚刚你手机响了好几遍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刚买完东西，正准备要回去。妈，我想带红英回去见你。我见她干嘛呀？没空。妈，我跟红英是诚心诚意想见你一面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，好吗？我不想见她，我没空，不见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守株待兔，我们回家等我妈。啊！我说不见就不见，你听不懂啊？永泰啊，好，待会儿见。小郑，先不回家了，去医院。雨天，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都找不到你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为了惩罚我的谎言啊？医生，病人怎么样？伤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证件，现在无法联系到他的家属。那就等他醒过来再问。哎，顺便留意一下有没有公安或者家属来找人。嗯，好。目前你也要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心电监测情况，以及他的电解质是否平衡。好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检测报告，然后呢做一下综合的评估。你多费心啊。好。雨天，
永和，你醒了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在医院啊？有事儿？哎，周林，我妈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那我们进去等我妈吧。嗯，走。雨天，雨天。啊，你是刘小姐对吗？哦，护士小姐，她严不严重啊？病人身上有些外伤，经过包扎后并无大碍，但头部因为意外撞击，所以需要住院多观察几天。谢谢你们啊！不客气。一会儿他还要做脑部断层扫描，他要是醒了，麻烦你带他过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啊！不客气。你醒了，香姨，要不要喝水啊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头痛啊？要不要帮你去叫医生？不用了，我梦到以前那些事，一闭上眼睛，全是血淋淋的。你说你梦到以前的事了？那你有没有想起来什么？过去那些不堪入目的事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没想到一蒙头就20几年了。香姨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恭喜你啊！其实我这些不算辛苦的。我看到你恢复记忆，我比任何人都开心。香姨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想你帮我打听一下永和和我女儿的下落。我当然会帮你忙的。其实永和的消息我一直都在打听，但就是没有结果。我怕刺激到你的伤心事，所以就一直不敢跟你提。我实在对不起永和和我刚出生的女儿。雨天恢复了记忆，要是他跟永和见上面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。香姨，你知道我家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不太敢接近白湖，我就是怕让徐永泰知道你的下落之后，反倒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徐永泰。雨天，你别急，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但是现在徐永泰非常难对付。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你先养好自己的身体，别的事情我们以后都可以慢慢商量的。
我失去记忆20多年，根本就没提过徐永泰的事。香姨却知道他对我做过什么，还知道要提防他。莫非他有事情瞒着我？还是先别打草惊蛇，搞不清楚来龙去脉再说吧。对了，刚才护士小姐说还要带你去什么脑部扫描，我推轮椅带你去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别逞强。我没事。你这是？你怎么刚恢复记忆就开始跟我见外了？没想到爸这次的病情这么严重，都已经昏迷2天了，连医生都没有把握他什么时候会醒来。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醒过来，这样我们才省事。哎，怎么接电话？仲林啊，想带周红英来见我，还不是为了让我答应他们的婚事啊？我干嘛接啊？看来仲林啊，还是没有死心。希望最后不要出什么乱子才好。别理他，让他急去。走，吃饭去。仲林最近还好吧？在家里倒还好，就是迷着周红英。真是麻烦。这孩子真是有点不懂事。刘小姐，之前不知道病人的身份，所以检查的时候不知道病人的其他信息，到时候麻烦你补一下资料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来，这个好吃。你说，仲林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但是放着不管呢也不行。要不，萍萍，吃完这饭，你回去看看他吧。见儿子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只是怕那周红英又死皮赖脸的跟着来，到时候我肯定让他难堪的。儿子跟我2个不就尴尬了吗？我是怕适得其反，你越是强硬呢，他越是不肯妥协，到最后，他不肯接受与会怎么办？所以我才告诉我自己啊，心肠要狠一点，让仲林接受这个事实，同时也让周红英知道，他不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人。哎呀，可是萍萍，我是觉得……好啦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这回肯定会让仲林死了这条心。钟离，阿姨的意思应该很明显了，我们还要再继续等下去吗？不管他，我们就在这儿等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样吧，优婶把饭菜都烧好了，我们边吃边等吧。周玉慧真的这么说啊？哎呦，红英姐的婚事怎么这么一波三折？她现在肯定很难过。哎哥，你怎么不叫她来家里？我可以跟她聊聊啊。
红英现在心情这么不好，她哪有时间过来？我原本以为，她和白仲林走在一起，将来会有一个好的依靠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好日子还没过几天，难关却是一个接着一个。哥，你心疼啊？我又帮不上忙，心疼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有用了。你还会心疼红英姐，就代表你还忘不了她。现在呢，白仲林的后方大本营出了内讧，该是拟定反攻大计划的时候了。哥，加油！喂，能不能不出这馊主意啊？啊，一天到晚让我加油，我可不想破坏人家的感情。红英姐又还没嫁，她现在的处境呢，就像是一艘小船航行在暴风雨中，备受打击。欧巴，你趁这时候挺身而出呢，用您的结实的胸膛供她歇息，她还不弃桨上岸吗？哎呀，行了啊，别在这儿瞎扯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红英和白仲林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可别陷我于不义啊。哥，我就直说了，白仲林家里有2尊大佛，一个是看家世，一个是看交情。你也知道红英姐在自己家里的处境，你敢保证她嫁到白家不受虐待吗？那你说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简单，谁能够给红英姐幸福，谁就有资格爱她。好了，别看了，赶快吃饭吧。要是今天等不到我妈的话，就改天再说吧。喂，林婆婆。啊，我在仲林家吃饭呢。谢谢婆婆。林婆婆打来的。她问我回不回去吃饭，我说在你这里吃。她真的是一位很贴心的长辈啊。要是我妈能跟她一样，那该多好啊！我已经吃饱了。周红英，你的记忆力该不会比我这上了年纪的人还差吧？我明明说过不想再见到你，你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。妈，您别这样好不好？我跟红英等了您1天，就是想心平气和的跟您好好谈一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，不用浪费时间了。周红英，门没关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我还不走啊？再不走的话，下一个被扔出去的就是你。妈，我们是诚心诚意想跟您好好沟通，您可不可以理性一点，有话好好说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绝对不可能接受周红英这样的女孩当我的儿媳妇儿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好，那我也告诉您，这辈子除了红英，我不会娶其他女人的。如果您硬要逼我跟玉慧结婚的话，那就要看您能不能控制我。好，话不要说得太早，想试试我能耐是吧？尽管来。还不走，等着我把你踹出去吗？
既然您不想好好沟通，我跟红英现在就离开。哎，仲林，仲林，白仲林，仲林，你给我站住！仲林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女人背弃这个家吗？不是我要背弃这个家，是这个家置我于门外。既然您不愿意接受我跟红英，我只有选择离开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就用这种态度回报我吗？妈，如果您愿意，我跟红英可以好好对您尽孝，但现在似乎看起来是不可能了。你要真敢离开这个家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。仲林，你还是好好安抚你妈妈吧。啊，红英，我们走吧。白仲林，你真的打算把我逼上绝路是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冷静一点。阿姨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自个儿拉扯大的孩子，竟然为了一个外人，连我的命都不顾了！你让我死！阿姨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别冲动。如果有什么意外，仲林肯定会伤心的。阿姨，阿姨。红英，红英，你没事吧？红英，我要是有什么不测的话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？还有你，白仲林，我刚刚要撞墙的时候，你连瞧都不瞧一眼。现在他只不过是跌倒而已，你就心疼成这个样子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你？您乱打人就是您不对，你现在还强词夺理。仲林，你别再说了。阿姨，我改变不了我的过去和出身，可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努力做一个好儿媳妇儿。请你成全我跟仲林，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就算你跪到死，我也不会接受你的。妈，我求你，我求您成全我跟红英吧，我求您了。你以为使出苦肉计，我就会答应你们是吗？白仲林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少做白日梦，要我答应你们的婚事，下辈子。哎呀，阿姨、奶奶，伯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问一下，红英在吗？红英到仲林家去吃晚饭了，你那么着急找她干什么呀？是啊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没事没事，那行我去找她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这伯爷。红英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你吃苦了。没关系，仲林，我们说过，我们要一起努力，一定会克服难关，我们一定要坚持。真是气死我了！那个周红英啊，自个儿在外面跪着淋雨也就算了，还把我们儿子也拉上了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我答应他们两个的婚事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这么说？我是坚决不可能答应周红英进我们家大门的。萍萍，外面那么冷，又下着雨，我怕仲林会生病。儿子是我生的，我也担心呐。但是为了让仲林死了这条心，我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能心软。好，萍萍，但你千万不能太过分啊！我可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。永泰，我也只有这么个儿子，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他为所欲为。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好。
这有个陶佩，上面刻着禾，禾是代表你，还有个雨，雨是代表我，哭禾听雨，我们永不分离。雨天，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这雨下的，好像有心事似的。这雨能有什么心事啊？也许他知道太多被隐瞒的真相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怪怪的。你是不是又想起什么来了？哎，没什么，就是这雨下的，闷死我了。哎，香姨，我现在就想赶快离开医院。嗯。雨天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啊。喂，永和，什么事啊？香姨啊，你去打印通话清单了没有啊？还没有啊。我知道你急着联系上红英。但是我现在很忙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根本走不开。我们老板他不放人，知道吗？我今天恐怕也没办法过来见你了。那雨天，你还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吗？雨天啊，我也没找到。刘香怡跟永和明明有联系，却瞒着我。这其中一定有隐情，我一定要弄清楚所有情况才行。你放心，我一旦有了雨天的消息，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啊，再见啊。有事吗？太太，仲林在外面淋了好几个小时的雨，我担心他会受不了的。别理他。可是我不是说别理他吗？他自个儿爱在外面罚跪，找罪受，那是他活该。我倒想看看，我跟他到底谁厉害。怎么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先出去。好吧。仲林啊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别怪妈心狠。只要是跟周红英有关，你就休想我会低头。红英，红英，红英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还说你没事？